过了一些时日，在县令府的寝室中，芙蓉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身上痴形的伤口已经渐渐愈合，但她的表情看起来却是烦躁不安。萧云晴坐在床边，细心地照料着芙蓉，她的脸上满是关切和担忧。两人彼此之间的交谈，成了这段沉闷时光中少有的慰藉。你感觉如何？有没有好一些？萧云晴温柔地问道。芙蓉苦笑着点点头。谢谢你的照顾，云晴，我好多了。萧云晴深深地望住他。你的脸色看起来还是不太好，或许你需要找一些事情，让自己暂时忘却烦恼。就在此时，范泽仁和彪虎也进来了。他们见到芙蓉的样子，心中充满了担忧。芙蓉，你感觉如何？范泽仁关切地问道。芙蓉苦笑着点了点头。我还好，好了大半了。彪虎眉头紧蹙。你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怎么看起来还是不太舒服？芙蓉正想说什么，突然她的脸色剧烈变化，她捂住胸口，冒着冷汗，颤抖着说道：箱子，药。众人听罢，心中都是一惊。他们立刻找到了芙蓉的箱子，打开一看，果然有一小瓶药丸，但是药丸表面有一层淡淡的黑色。众人心中一凛，看不出这是什么，但看起来肯定不是好东西。萧云晴略懂医理，她震惊地说道：是蛊毒，芙蓉你。蛊毒？泽仁只在书上看过，但还是第一次见到。难怪伤好了他也不舒服，原来不是因为伤口，而是体内的蛊。彪虎恍然大悟。芙蓉接过药丸，急忙吞下，药效很快发挥作用，芙蓉也从痛苦的样子中渐缓，呼吸变得平稳，喝了几口水后终于缓和了下来。主人为了控制我们这些棋子，在训练我们的时候，就在每个人身上都种下了蛊，要是不及时服药，便是死路一条，所以我们逃不了也走不掉。每次给的解药都是固定的，1个月吃一次，每次会给3颗，现在吃的这颗是第2颗了，也就是说我只剩1颗解药了，五方是肯定回不去了，就好好享受这最后2个月的生命吧。芙蓉苦笑。有毒就有药，你的蛊毒一定会有解药的。彪虎鼓励着他。这个蛊是至阴之物，平常人见都很稀少，何况解药呢？云晴温柔地说。总之，先请大夫来看看，或许有办法呢。没过多久，大夫赶忙进入内堂，见到范泽仁、彪虎和萧云晴焦急地围在芙蓉身旁。大夫眉头微皱，先探了探芙蓉的脉搏，后又拿起银针往她的皮肤扎去。片刻之后，他眉头越皱越紧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大夫，他的病情如何？萧云晴急切地问道。大夫摇了摇头，神情凝重。此女脉象紊乱，体内经脉是阴虚亏空之状，恐怕非寻常药食所能治愈，是少见的长期以身养蛊才会有此症状。这样的症状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！姑娘节哀吧。彪虎焦躁地攥紧拳头。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大夫迟疑了一下，终于开口。老夫行医多年，此等奇症也只是略有耳闻，恐怕只有请神医白玄清出手，方有一线生机。众人听罢，心中一片茫然。萧云晴问道：大夫可知此神医人在何处？大夫沉吟片刻，道：听闻神医就在阳城周遭的险山中，他医术高超，或许能够救治此女，只是不知他老人家是否肯出手相救。范泽仁立刻决定，说道：既然如此，我们便立刻前去拜访这位白神医。大夫提醒道：小兄弟，老夫知晓你们救人心切，但传闻白神医居住之地难以抵达，纵使知晓其方位，确实路途艰险，更曾有人寻医不成，反倒赔掉了性命。人命关天，总得试一试。彪虎坚定地说道：是啊，我们答应会帮助他的，怎能丢下他一人不管？泽仁也笑着回应：我也要去，你们2个一定没办法好好照顾芙蓉的。云晴附和。你们不必为了我涉险。芙蓉本想拒绝，我们是朋友，朋友之间怎能如此见外？云晴故作生气地说：我已经救了你一次，不差这一次。彪虎面上冷淡，但其实热心非常，尤其对芙蓉的事他都格外上心。那这样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，彼此之间也好有个照应。泽仁说道。大夫嘱咐他们：好吧，既然你们去意已决，那路上小心了。大夫离去后，众人收拾行装，准备带着芙蓉上路。隔日黎明出现，范泽仁、彪虎、萧云晴和芙蓉一起启程寻找神医。他们四处打听有无神医踪迹，最终真的打听到神医的踪迹。众人踏上了一条人烟罕至而荒凉的山径，山风呼啸而过，给人一种莫名的寒意。
他们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前行，越走越感困难。这条山路崎岖难行，路旁常有荆棘丛生，稍不注意便会被划伤。范泽人走在最前面，手持一把锋利的柴刀，不断砍开前方的荆棘。萧云晴搀扶住芙蓉，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。芙蓉不时回头看向彪虎，彪虎则肩负着沉重的行囊，紧随其后。他们的步伐虽然艰难，但心中那份希望和坚定让他们没有一刻停下。这山路真是难走，神医当真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吗？萧云晴轻声叹道：“听闻神医隐居于此，正是为了避世修行，不愿被世俗打扰。”范泽人回答道，额上布满了汗珠。走了半天左右的路程，天空忽然变得阴沉，远处的乌云滚滚而来，没多久便下起了滂沱大雨。大家小心，这山路湿滑，切勿失足。彪虎大声提醒道。山路变得泥泞不堪，每一步都需要花费巨大的力气。众人衣衫早已被雨水浸透，只好先在一处山洞中避雨休息，以免染了风寒。他们点燃了几堆篝火，篝火的温暖驱散了雨的寒意，也给予他们一丝安全感。一时半会雨可能也不会停，于是决定提早休息，等雨停再出发。云晴和芙蓉肩并肩坐在篝火旁，云晴轻声安慰道：“芙蓉，不要害怕，我们一定会找到神医，帮你治好蛊毒。”芙蓉微微一笑，心中感动万分。谢谢你们。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搏斗中，难得有如此惬意的时光。众人围着篝火聊着天，互相分享着各自的故事，除了更认识彼此，也让一行人的感情更紧密。隔天，天气终于放晴，天际露出一抹鱼肚白，微风轻拂，竹林间鸟语花香，似是为众人带来一丝安慰。他们起身收拾行装，继续向神医所在的深山进发。这一路，众人除了与大自然的艰险搏斗，还得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野兽。彪虎走在前方，范泽人、萧云晴和芙蓉紧随其后。范泽人笑道：“总算不再与雨水相伴，真是太好了。”彪虎回头望了一眼，豪迈地说：“再难的路我们也走过来了，这些小困难算不得什么。”入夜时分，众人在一处避风的山坳中扎营，篝火熊熊，火光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，驱散了夜晚的寒意。萧云晴取出干粮分给众人，彪虎则忙住将周围巡视一番，以确保安全。忽然，一声低沉的兽吼从不远处传来，众人皆是一惊。彪虎迅速拔出长剑，警戒地看向四周，眼神中透出一丝紧张。大家小心，可能有野兽靠近。彪虎低声说道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准备随时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。萧云晴靠在芙蓉的肩上，微微颤抖。我们该怎么办？芙蓉轻声安慰道：“前面还有那个大木头在呢，怕是来10只大棕熊都打不赢他。”此时，篝火外的黑暗中，2点幽光闪动，一只猛虎缓缓逼近。彪虎定睛一看，见那猛虎虎视眈眈，已然将他们当作猎物。小心，是老虎！彪虎低吼一声，长剑出鞘，直指猛虎。猛虎停下脚步，目光与彪虎对峙。彪虎毫不退缩，目光凌厉，气势如虹。猛虎似是感受到了他的气势，竟然发出一声低吼，慢慢退却，最终消失在黑暗中。范泽人见状，拍手大笑：“哈哈，真是徐大哥，真不愧是连老虎都怕的男人。”萧云晴也掩口轻笑：“徐大哥真是威风凛凛，这老虎见你便退，我们有你在，真是安心。”彪虎将剑收回，颇为自得地笑道：“或许那只老虎惜命吧，知道要是过来就准备成为我们的晚餐了。”芙蓉也忍不住大笑：“好吧，这次就算你厉害吧。”这一番有趣的插曲，竟让众人放松了不少。篝火旁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不再像先前那般紧张。夜深了，篝火渐熄，众人安然入睡。次日清晨的阳光透过竹林照射下来，众人精神饱满地继续上路。竹林深处的山路更加崎岖，许多地方狭窄的只能容一人通过。范泽人走在前面，用手中的柴刀开路，萧云晴和芙蓉跟在中间，彪虎断后，以防万一。这竹林真是迷人，但道路实在难行。萧云晴感慨道。范泽人笑道：“但凡美景，总需经历艰辛才能抵达。我们只需坚持，定能找到神医。”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